师傅，您保重。走了。走那么快干什么？不对呀，我记得你没离开过呀。师傅，您记错了吧？我一直在北京教书。罗警官，真的是你哦，小何吧？认不到了。我钱大举，元龙里原先的物业经理噻，现在呢混得一般，是当了个元龙里新开发商的副经理，专门负责元龙里产前项目噻。这是巧啊！哎，小冉回来了，他也回来了。哪个？钱经理，你应该挺忙的吧？我们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。什么哪个呀？我徒弟冉方旭，你不认识吗？冉方旭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说什么呢？疯了吧你！这大活人在这儿站着呢，你造什么谣啊？我懂了，何警官，你是在给我开玩笑吧？这大白天的，你可吓不到我。不过，冉警官英年早逝，现在想想还是有些感慨哦。你瞎呀你！这小冉在，小冉，冉方旭，刚才还在这儿。他是咋个了？老糊涂了吧？冉警官死的时候那个惨哦，我都晓得，他怎么会不晓得？哎，老子闭嘴！警官，干什么你？咱别打计较，钱经理，快走，快走！老糊涂了。何小河，你怎么回事？他一遍遍的咒你冉叔叔死，你没听到吗？你就应该跟我一起反驳他，一起揍他。冉方旭，人呢？冉方旭，给老子出来！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别躲着了。快听我说！眼花！
冉方旭，给老子出来！老汉，你别拦着我，我现在就去车站把监控调出来，看看这小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。松开我！冉方旭，给老子出来！老汉，干什么？松开我！干什么？冉方旭，出来！冉方旭，龟儿子你躲哪儿去了？给老子出来！你听到没有？冉叔叔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叔叔死了，死了12年了。哎，小伙子，看见小冉了没有？冉方旭在档案室猫着呢。电话5分钟都不接，一个个的懒散。这个就是老何。师傅，啊！你别跟我浪费时间啊！下车。下不下？这个地方硬是邪得很喽！你别拉着我，我倒是要问问，我是怎么挂在墙上的啊？哎呀，轻点，轻点！小冉，小冉，小冉！哎呀，叫你快点！毛毛躁躁，哎呀！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何叔，该放下就放下吧。老汉，你别总活在过去了。我2个人联手，那就是天下无敌。师傅您就放下吧，犯不着为了一个案子搭上一辈子。要不是当年你坚持把这案子查下去，这魔楼不定收多少个人头呢。大河，还是放小冉哥走。我以你师父的名义，正式命令你留在未央。师傅，您带我来这儿除了找孩子，还有没有别的心思？你为什么就非要往这圆笼里凑呢？看也看不出，拴也拴不住，拦也拦不住。师傅，别再去圆笼里了。圆笼里的案子你不许再碰了，圆笼里你也不许再去了，三番五次拉我来圆笼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一次都不许。您就是想把我留在魏阳，拖回18年前那桩案子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留在魏阳，重回刑警队。师傅，别再去圆笼里了。还是放小冉哥走。别总活在过去了，该放下就放下吧。别再去圆笼里了。别总活在过去了。师傅您就放下吧。我放不下。师傅，走了，您保重。小何，小何，何叔这次的发病周期怎么这么久啊？这还闹到住院了。他这次在圆笼里碰到了真案子。真案子？我老汉这2年，每次幻想看见冉叔叔，就要拉他去圆笼里查案，我拦也拦不住，就只好联合大家伙
故意制造了个孩子失踪的假案让他去查。凤婶儿、马强、李铁亮，他们都帮过我忙。等到孩子一找到，就去火车站送走冉叔叔，我爸就能清醒过来。没想到这次在园笼里，真的有孩子失踪了，情况就失控了。刚才在火车站，那个钱大军又非要赎冉叔叔一清。这个钱大军啊，你说嘴欠不欠？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。病人醒了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小孩，你好点了吗？二叔，我是小乔啊，您哪儿不舒服吗？何老啊，我是赵杰啊，警队的同事们过来看您了。何远航，清不清醒？给个痛快话。老何啊，冉队刚才来电话了，说他到北京了，让你放心。对，冉队听说您住院了，就特别着急，他都跟我交代了。都别说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小冉过世了。全队上下陪着他折腾了2年多了，这毛病再复发，你这谁都扛不住啊！小何，冉队刚走的那几年，我也经常梦。还有咱们警队里那些老人，哪个不是心里默默念着呢？是啊，每次碰到难办的案子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要是冉队还在就好。但毕竟冉队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他肯定不希望我们这帮人成天为了他长吁短叹的，没意义。回去劝劝何老，该向前看了。小何，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，你抽空带何叔去看看。
战火即将点燃。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中国队与巴西、土耳其、哥斯达黎加共同分在非组，让我们期待魔术小伙子们带来精彩的表现。来了，侯总。哎呀，瞧这胎呀，补气。哎呀，你这个烂板皮开了恁个多年了，好歹是个副所长嘛，一步到位换个好车来开，要得不？哪有钱呢？啊，我这女儿刚上中学，什么地方不都得用钱？我说，你跟嫂子两个还……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快点，我还得接孩子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好新的，也不是啥子新鲜事情了。哎，自从那个水泥厂进了屋，效益那个是一天比一天撇。上个月倒闭了的嘛，那个欠了工人1年的工资。那吴山龙呢？多了噻，哪里女人多，他多拿点儿。那个好了。这个案件的难点是现场被夜里那场大雨冲了个干净，没有找到凶器和任何有效的线索。阳关分局的刘局联系到冯队，点名让你过来帮忙。你好，我们是阳关分局的。你好，南山分局冉方旭。你好，冉队，辛苦呀。那家西头坊顾客基本都是半路歇脚的司机。昨天晚上落大雨，店里只有一个老板娘和2个幺妹儿，这才被凶手给遭了控制。里头还有2个。案发时间是凌晨3点。当时雷雨交加，凶手用钝器击打了死者的头部，杀死了3个女的，卷走了他们身上的现金还有首饰。作案凶器暂时还没有找到。哦，对了，凶手离开现场之前，打开了所有的水龙头，藏起了所有的窗户，内外灌水，现场被冲刷得一干二净。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任何可用的证据。大暴雨，天气泥泞，寸步难行。轨道左右2侧1000米啊，各有一个摄像头。我们调查监控，你猜哪个喽？因为暴雨，路况过于恶劣，案发前后1个小时，监控里没有1辆车、1个人经过，这根本就是一起不可能的犯罪嘛。
师兄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小杰，你比我年长，以后就别叫我师兄了。那怎么行？染队到底是来做啥子哦？是来查案呢，还是来遛弯啊？哎，我师兄查案向来是创造性思维，你要真想学，就少说话。好。哎，哎呀！小姐，哎。这黑色雨披缺少的塑料扣与受害人手中的一致，这极有可能是嫌犯昨晚丢弃的东西。对对对，都是那个。任队，你啷个晓得那里会有线索啊？边缘懈怠，离现场越远，罪犯越松懈，越容易留下线索。昨晚大雨，凶手只能沿国道逃离。他逃得越远，越觉得安全，越想赶紧处理好这个带血的雨披。他自信丢这么远就不会被发现。但是在路上都是摄像头，怎么就没有一个瞥到他呢？因为沟渠是死角，嫌犯应该是把车辆停在了监控范围外的路段，从沟渠步行过去，绕开监控，作案后又绕回来，乘坐车辆离开，所以监控始终拍不到他。现在只需要搜索这段路两端的摄像头，留意有区间滞留或者有折返的车辆，应该就能锁定嫌犯。不急了吗？冯队，哎呀，冉方旭呀，冉方旭呀，这下你神探的招牌可是稳了啊！刚才阳光分局打来电话说，嫌疑人已经锁定了。哎，这才多久啊？不到半天的时间啊！哎，各位，不是我吹牛啊，我第一次见冉队的时候就有预感，早晚成为咱警队的明日之星。你可别给我戴高帽了，只要能抓到犯人就好。你那些名头太夸张了。哎，不夸张，不夸张。哎，不要飘，继续努力。放心，冯队。哎，冉队啊，你呀就是太低调。哎，这事儿要换了何远航啊，早把功劳吹到邹局那儿去了，是吧？来，何瑞。老曲啊，最近2年，老何总是有意无意的躲着我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嗨，还能为什么？羡慕嫉妒呗。哎，当年你俩搭档破那个失踪案，又在矿场还立了功，哎呦，回来把他牛的呀，那尾巴都翘到天上放风筝去了。你再看看现在，哎，你一路升到副队长，他呢，还原地趴窝呢。听说他和他老婆还……算了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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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红冠，北将军拿去了。北将军，北将军。北将军，北将军，
北将军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这老头牙还挺有特点。听说这个走私案，没办法呀，还没找着，没找着。哟，侯叔，侯叔回来了。侯叔，手里东西沉不沉啊？要不要我帮你拎到我桌子上去啊？说啥子哦？是给你买的吗？肯定还是老规矩，见者有份儿啊！哎呀，看你们俩的出息，我这次培训的地方太偏了，要啥没啥，就随便买了点鱼干虾酱。哎，瘦虎呢？瘦虎！哎，来，给大家分一下。火速培训回来喽！火速回来了！快！火速抢了大家了！这我每次培训，那都是让合作去。哥哥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讲是笨，往你们跳。怎么样？我离开这段时间，辖区没出什么状况吧？啊，没事，一切正常。那啷个正常了？元龙里都出现人头了。元龙里，人头，是命案吗？是这样，何所。昨天上午呢，纽约港天台确实是发现了一颗头骨，但是呢，分局都接管了，没咱什么事了。阮方旭呢？去了？去了，感觉挺严重的。何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什么情况？元龙里发现的？确实跟你们当年那个630案有关。有关？怎么个有关？从死者家中提取了毛发，经过 DNA 对比，确定头骨是徐仲的。可是，当天现场发现了一个头骨，还没法确定真正的死亡原因。不过你看，头骨后枕部有一条裂纹，边缘不整齐。且呈暗红色，判断死者生前后枕部发生了碰撞，并且败露出血。这里，头骨后右下侧有一条呈线条状的砍切痕，深达不地，痕迹边缘整齐且无生活反应，判断这条砍切痕是死后未分尸所致，他杀的可能性大。死亡时间呢？大约5年前。也就是1997年。哦，他人呢？电话也不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
啥意思啊？老队长，袁龙里的案子从失踪变为凶杀，我和小冉确实是办错了，但是有一点我要说明，当年这个案子一直是我主导侦查的，跟小冉没有什么关系。何远航，护犊子不是这样护的。当年案情总结，冉方旭的名字排在你前头，就凭这一点，他就要负主要的责任。那是我高风亮节，故意把他放在前面的。当年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青钩子，懂个啥？知道个屁呀！老队长，我恳请局里给我处分。这是处分的事儿吗？啊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这又是啥意思啊？您能不能再借调我一次，让我专门负责这个案子？我保证，不出1个礼拜，就把这案子给您破了。然后再破错一次。老队长，我不想再带这个拖油瓶了。何远航啊，你这话说晚了。这个小子自发现人头之后到现在，一直没离开袁龙里，连我的电话都不接。这顺风顺水啊，成不了一个优秀的刑警。眼下这个案子，就当是对他的一次考核。明白了。哎呀，还是老队长站位高啊！老队长站位高。哎，那这个签什么签呢？啊，把你借调来，还不是3天2头的吵着要回去？不会了，这次我要不把这个案子破了，您打死我也不走。真的。你这个申请表提交流程都不对，放这儿我处理吧。这次好好的再拖他一把，从哪里跌倒的从哪里爬起来，将来他坐上这个位置，大伙儿呢也好心服口服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人家办案，我打个官，到外地当当。何警官，你去帮忙劝一下冉警官噻。冉方旭怎么了？冉警官他好像疯了噻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他不但把楼下跟天台上挖了个遍，还把地沟跟小区外面全都给刨了。人呢？他人在哪儿？好像还在天台上。冉方旭，停手啊！你停手，听见没有？你这不是铲，你这是破坏公物。哎，停手！停手！听见没有？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？记下来了啊，还是咱俩一起搭班。这个案子5年前咱们能破一次，5年后照样可以破第2次。可是徐家妇女不会回来了。5年前，他们费尽周折，选择主动失踪，就是为了想保住一条命，可最后。如果当年我不急着下定论，继续查下去，
他们或许就不会死。哎，你别瞎想了好不好？查案不能只靠如果，当务之急是把凶手给揪出来。就算找到了凶手，他们也活不过来了。冉方旭，清醒一点好不好？现在能确认是徐志宏死的，徐萌是死是活我们不知道，抓紧时间查，说不准他还活着呢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我研究过那么多失踪案，徐萌不会活着的。我爸妈当年就是一起失踪的。我当年上警校的时候，我就发过誓，只要遇到失踪案，每一个都要破掉。结果第一个就……我对不起徐家父女，也对不起我爸爸。小冉，人是你杀的吗？啊，不是你杀的就别在这浪费时间、浪费眼泪，抓紧时间把凶手绳之以法，就是对得起他们，也对得起你自己发过的誓。徐志宏死了5年了，5年前我们就没有查到线索，现在案子要怎么查？凶手怎么抓？这个案子破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子100年那么求一次领导，辛辛苦苦把这街道给要下来了，你他妈龟缩在这里，你告诉我你破不了案？怪我。都怪我，我根本就不配做刑警。不做刑警你做什么？回北京当教书匠。别在这放屁！走，给我查案去。走啊！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不去是不是？行。你不查是不是？不查，老子自己去查。一点男人样都没有。老子自己一样查。老何。老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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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何。
证明着一片荒凉的